萧炎冲着药老抱拳，信不辱命。他将遗迹中的事大致的给风尊者和药老讲了一下，看到婴儿般的金色浑元果，药老眼中浮现一抹惊喜，这是品质最好的精品浑元果，想必他损耗的那些本源魂器能够彻底被弥补。药老看着萧炎，突然轻声问他有没有想他父亲。萧炎眼中有着一抹深深的愧疚，他嘶哑着说自己一定会救出父亲。药老拍拍他的肩膀，说自己也会帮他，即便代价是他这条老命。萧炎忍住眼中的酸意，问药老可知道他父亲被魂殿关押在中州何处。药老摇摇头，他父亲并不在中州的任何地方。古族有古界，魂殿的实力和底蕴都不逊色于古族，自然也有魂界。药老猜测魂殿如此看重萧战，为的应该就是萧炎手中的古玉。经过药老多方查探，在很久以前，魂殿有另一个名字魂族，更多的情况药老便不太清楚。萧炎深深吐出一口气，不管魂殿有多强，他都会将他父亲救出来。药老闭关后，萧炎又开始头痛了，这一次他头痛的是青灵体内的毒。好在地莽氏心毒虽然难解，但萧炎还是摸索出了一些解毒之法。萧炎将各种不同的药粉、药液撒入一个小池子中，弄好后，他让青灵褪去衣衫，进入池中。青灵脸颊浮现一抹绯红。萧炎转过身，说自己要随时加入各种药粉，所以不能离开。在青灵红着脸褪去衣衫，进入池子里后，萧炎才转过头，看向只露出一个小脑袋在水面处的青灵。萧炎刚想离开，就发现他的背后隐隐浮现了一条有着9个舌头的巨蟒。在萧炎惊愕时，9头蛇的其中一个脑袋突然睁开双眼，顿时一股凶戾之气从萧炎心头暴涌。萧炎身形急忙后退，眼睛也从纹身上移开。萧炎紧闭心神，紫褐色的火焰涌出，而后他小心翼翼地注视着青灵背后的纹身。看了半晌，他依旧一头雾水，不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。想不通之后，他便停止了无谓的思索。7天后，整座山洞突然剧烈的颤抖，烟雾弥漫的池子中隐隐有一个庞大的轮廓若隐若现。突然，一只脑袋大小的诡异眼瞳凭空浮现，萧炎几乎条件反射般暴退。碧蛇三花瞳砰的爆裂，一条有着9个舌头的巨蛇扑向萧炎。就在他即将扑到萧炎身体上时，萧炎大声喊着青灵的名字。9头蛇庞大的身体一顿，血红的眼中浮现一抹挣扎。片刻后，血色淡去，恢复碧绿色。与此同时，9头蛇的身体迅速化为一道娇小的身躯，从半空中掉落。萧炎一把揽住青灵的小蛮腰，见他逐渐苏醒过来，连忙问他没事吧。青灵一怔，而后脸颊滚烫地挣脱开萧炎的手臂，连忙躲到石柱后面穿衣服。青灵红着脸蛋走出来后，萧炎干咳一声，问他刚刚是怎么回事。青灵的小手搅在一起，说那是远古天蛇的灵魂。远古天蛇据说是远古蛇类魔兽的先祖之一，拥有毁天灭地之能，算是跟远古天皇一个等级的魔兽。只是远古天蛇的数量比天皇还要少，所以早在远古时便灭绝了。萧炎一愣，他记得古籍上也没说远古天蛇是9个脑袋呀。青灵说那是个变异的远古天蛇，至于为何会这样，他也不知道。他当初初来中州，误入了一处远古山脉，遇见了一个远古天蛇的骸骨。他好奇之下就使用了碧蛇三花瞳，没想到竟然从骸骨中召唤出了一道灵魂体。青灵苦着小脸，这东西很难驯服，即使他使用碧蛇三花瞳也不听他的，有时候还会出来捣乱。好在随着他实力的增强，这东西的抗拒也越来越弱，想必以后他就能轻易的控制它了。虽说碧蛇三花瞳不能控制拥有远古血脉的蛇形魔兽，但这个天蛇只是个灵魂体，而且又是他自己赖在青灵这里的，所以青灵相信自己迟早能控制它。青灵体内的毒素完全解决后，实力也达到了1星斗尊。若是施展碧蛇三花瞳的话，应该可以控制4星斗尊的蛇形魔兽。他的问题解决了，接下来就是开始为药老炼制身躯。药老的本源魂器已经全部补回，其他那些炼制躯体的材料，萧炎也早已凑齐。萧炎拿出天妖皇的精血，虽然量有些少，但却能顶大用。至于骨骸，萧炎手中倒是有一具斗宗巅峰的，这也是3种材料中萧炎最不满意的一样。
风尊者微微一笑，他这里有一具4星斗尊的骨骸，这是他往年的一个仇家，后来死于他手，他怕没人给他收尸，便顺手帮他收了。这3种材料都是上上之选，想必定能让药老恢复往日的巅峰，就是不知能否突破斗尊，达到斗圣层次。药老摇摇头，斗圣可以说是金字塔塔顶的顶尖存在，哪是这么容易就达到的？材料备齐，药老决定明日便动手。只有他尽早恢复巅峰，星陨阁才不用担心魂殿的报复。萧炎毁了魂殿分殿，又在遗迹中摆了他们一道，以他们的行事风格，定然不会咽下这么大的亏。萧炎回到房间后，3根肋骨出现在他掌心。他想要提升战斗力，最好的办法便是修炼高阶斗技。紫褐色的火焰从萧炎掌心升起，将那3根肋骨包围住。3000连星火煅烧了很久之后，玉白色的肋骨变成了一滩暗金色的液体。萧炎将1根手指插进了那滩液体之中，暗金色的液体瞬间将他的手掌包裹住，一股无法遏制的剧痛传来。他的手掌在液体的包裹下也开始诡异地蠕动起来，隐隐间传出骨骼被挤压的声响。就在萧炎以为手掌会被挤碎时，剧痛戛然而止，那些暗金色的液体也侵入他的手中，飞快消失不见。萧炎脑袋轰然一震，等他回过神时，他已经身处一个奇异的空间中。一道看似极其平凡的身影出现，萧炎猜测这应该是那位斗圣强者的一点记忆残片。果然没多久，一道平淡的声音响起：大天造化掌，天阶低级斗技，乃是本作穷毕生之力融合百家斗技所创。此掌法讲究造化之意，以掌破天，以力碎万物。他告诫萧炎这位有缘人，既然能够得到骨骼，想必手掌已经被金灵弦淬炼过，而大天造化掌必须使用被淬炼的手掌才能施展出来，否则必遭反噬。说罢，身影逐渐变得透明，露出其中极为清晰的经脉路线。萧炎连忙凝住心神，将路线牢记在脑海中。那道身影的手掌上暗金光芒大盛，他一掌重重地落在虚空上，一个巨大的黑色光圈成型，周遭的空间瞬间土崩瓦解。萧炎对着光圈中的身影躬身行了一礼：有缘人，记住本作之名，造化圣者。萧炎睁开紧闭的双眼，看向自己泛着暗金光芒的右掌，想到当初远古遗迹中那一掌的威力，萧炎心头便无比垂涎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体内的斗气顺着经脉路线开始运转。运转完成那一刹，他震惊地发现体内的斗气如同潮水般流逝到右掌上。这恐怖的斗气消耗让萧炎脸色一变。亲自施展过大天造化掌后，萧炎才彻底明白这一掌的恐怖性。他这一掌拍出去，周围100米内不会留有任何活口。萧炎抹去额头上的冷汗后，脸上浮现一抹笑容。下次再遇见摘星老鬼时，大天造化掌便是他的索命镰刀。另一天清晨，星陨峰后山的石塔中，萧炎说这次炼制躯体以及融合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，这之间不能让任何人进入石塔。风尊者一脸凝重的点头，等他们开始后，星陨阁便会进入戒备状态，他也会将在外的强者都召回。只要药老恢复巅峰实力，到时候就算是面临魂殿的报复，他们也有抵御之力。萧炎一把抓住身旁的灵魂，一掌将之拍进骸骨之中。等他将躯体炼制成功，药老便可以进入其中完成融合。这次他为药老准备的东西都是上上之选，因此炼制的困难程度也远超当初帮天火尊者炼制的那一次。妖皇金血洒在骨骸上，紫褐色的火焰将骨骸尽数包裹，好让它将金血吸收的彻底。煅烧整整持续了一整日。萧炎睁开双眼，他刚想收火，却突然想到了什么。而后萧炎在药老疑惑的目光中，将骨骸的右手臂扳断，换成了他在遗迹中得到的斗圣右臂。见药老一脸震惊，萧炎说不管这东西有没有用，至少坚硬程度是完全合格的。药老点点头，既然是斗圣之物，那应该会有不小的作用，说不定日后还能成为他突破斗圣的一个契机。骨骸锤炼好后，药老迅速吞下生骨融血丹，而后他化为一道光影，掠进骨骸之中。恐怖的奇异能量从骨骸中弥漫，那些骨骼上也开始出现血肉。
包裹着骨骸的紫褐色火焰再度燃烧，刚生成的血肉组织瞬间被焚烧成灰烬。灰烬刚散，血肉再度生长出来，就这么焚烧又生长了足足10个小时，血肉皮肤终于彻底成型。接下来就是等待药老和这具身体完成最后的融合，到时药老便能真正的浴火重生。萧炎在一旁的石台上盘腿而坐，进入了修炼状态。他的状态恢复后，正琢磨着如何提升实力时，突然想起斗圣骨骸中的一点点斗圣骨髓。萧炎花了整整2日的时间，才得到了3粒骨髓，一股精纯的能量涌向他的4肢百骸。萧炎再度进入修炼状态，整整3天，他才终于睁开眼。就这1粒骨髓，让他直接突破1星，达到了2星的层次。萧炎收好心神后，看向紧闭双目并没有苏醒的药老，他决定自己先行出塔，让药老单独在此完成融合。就在此时，整座石塔狠狠地颤了颤，一道充斥着肃杀的声音在这片天空响起：星陨阁，交出萧炎、药尘，否则今日血洗此处。